老窝丈母娘怎么都没想到，她只是把女儿嫁到中国，来一趟中国探亲，自己竟然也爱上了中国，直言自己也想找个中国老头嫁了。因为不仅生活水平高，还安全，农村生活也很好，吃的也好。到女婿家半个月长胖10斤，问女婿村里还有没有单身老头，给他介绍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看看老挝女孩嫁到中国后的幸福生活。老挝丈母娘把女儿小雅嫁给中国小伙万里，本以为中国农村跟老挝农村一样都是穷苦日子，担心了好几年，结果真正到了中国农村，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。小雅当初非要嫁给万里，丈母娘拦不住，就只能同意。婚后好几年没回娘家，村里流言四起，丈母娘也是日夜担心。后来小雅带着万里回娘家，丈母娘看他们过得挺好，但还是隐隐担心。这一次小雅怀2胎，又是1年多没回娘家了。丈母娘在家是吃不下睡不着的，早早把家里安顿好，就到中国照顾小雅了。主要是小雅想念家乡菜，想念妈妈做的菜了。等生了孩子之后要喂母乳，就有很多忌口，所以她才提前1个月就让万里去老挝把妈妈接过来，让妈妈做饭给她吃。小雅早上带着老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丈母娘看着这拥挤的街道都惊呆了，直呼中国的菜市场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想买什么都能买到，不像他们老家能买的东西太少了。看到成堆卖的柚子，感到十分好奇。小雅想起来，妈妈应该是没见过，不知道这是柚子，就说买一个尝尝。让丈母娘意外的是，就买一个柚子，店家还给免费剥皮，这服务简直太到位了。丈母娘也在菜市场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菜，比如紫色的豇豆，只是吃法不一样，老挝都是生吃，在中国是要煮熟吃的。还有胖嘟嘟的竹笋，丈母娘最喜欢吃竹笋了，每次看到都走不动路。俩人在菜市场逛了一圈，连肉带菜买了不少。丈母娘2只手都快提不动了，花了100多块钱。丈母娘算了算，换成老币都40-50万了，惊呼这些钱在老家够一家人半个月的开支了，以后还是少买点吧。万里知道丈母娘一来就肯定要给小雅做老挝菜了，还要吃糯米饭。糯米饭还得用老挝专用蒸饭的锅才行。前几年小雅为了吃糯米饭专门买了一套工具，她今天就赶紧给拿来了，还带了点糯米来。万里到厨房的时候，丈母娘已经做好菜了，还担心万里吃不惯。没想到万里说自己很久没吃老挝菜了，也很想念。丈母娘还烤了半条罗非鱼，万里让她把剩下半条也烤了，不然不够吃。丈母娘主要是心疼啊，中国的东西太贵了，买1条鱼的钱在老挝能买3条了。小雅在客厅光是闻到味道都香得流口水了，太想念家乡的味道了。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提前1个月把老妈接来的决定太对了，只要想吃家乡菜随时就能吃到。吃饭的时候小雅拿着筷子还有点不习惯，总是忍不住想要用手抓。虽然都是自家人没人嫌弃，但是这饭太烫了，还是算了。丈母娘不停地给小雅夹菜，让她多吃点。小雅开心地说今天要吃2碗饭。想起之前日夜担心女儿的生活，怕她嫁到中国生活的不好，谁料自己到了中国才知道自己的担心纯纯多余。中国的生活又安全水平还高，就算是农村的生活也是她可望不可及的。老小雅嫁给中国，丈母娘主要是受网络的影响，一直以为中国条件不好，担心小雅到中国受苦，加上结婚前几年一直没法回娘家，作为母亲担心孩子完全可以理解。小雅生第1个孩子的时候，自己没办法在身边照顾，这下小雅生2胎，说什么也要到中国陪着，到中国亲自体会一下小雅生活的条件。丈母娘之前也来过中国，万里和小雅都是带着她去景区到处逛，丈母娘就觉得女婿有可能在骗她。这次她要在女婿家多住一段时间，好好看看女婿家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。丈母娘刚来没几天，万里和小雅就又说带她出去玩，还说就在家附近。丈母娘还想着家附近能有啥玩的，顶多就是去公园逛逛呗。到了之后发现公园的人还挺多的，说是有无人机表演。丈母娘哪知道啥叫无人机啊？
听万里解释了半天才明白，大概就是飞机。表演的天黑了才能开始，他们就在公园里逛逛，看到有很多小贩在摆摊，看到画糖人的，丈母娘一看就知道这手艺肯定是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。这个公园很大，草坪也绿油油的，有很多小孩子在嬉戏奔跑。丈母娘看着干净的公园和无忧无虑的孩子们，忍不住感叹，在中国生活真好啊，这些孩子太幸福了，他都想做中国人了。在无人机表演之前，还有很多非遗表演和古风舞蹈什么的，都是丈母娘从来没见过的，丈母娘都看呆了，尤其是喷火的时候，丈母娘直接被吓呆了。看无人机表演的时候，丈母娘不停尖叫、鼓掌、竖大拇指，一直说中国科技太发达了，她都不敢想象，还跟中国婆婆说今天真是刷新了她的认知，激动的都语无伦次了。中国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小雅他们隔几天就会回农村老家住几天，刚好家里果园的果子快要成熟了，带着丈母娘也回农村看看。中国婆婆带着老挝丈母娘逛自家果园，丈母娘看到每棵树都硕果累累的，直夸亲家厉害。丈母娘在果园里一边逛一边赞叹，还说小雅找了个好老公，婆婆也是能干的好婆婆，让小雅对婆婆好点儿。看到果园里种的菜长得又大又好，羡慕的不行，在老挝就种不出这么好的菜。丈母娘平时就是个爱干净的人，来到农村看到亲家这么忙，一回来就上山干活了。她就在家帮着擦桌子、打扫卫生啥的，把厨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。小雅到了孕晚期就容易困，睡个觉起来都快12点了。看到老妈把厨房打扫得这么干净，都惊呆了。丈母娘看到小雅醒了，就让她赶紧做饭，一会儿万里和公婆回来就能吃饭了，要是她会，她就自己做了。丈母娘还问小雅嫁到这几年会做当地美食了吧，一边给她打下手，一边叮嘱小雅，当媳妇儿的就应该勤快点，丈夫和公婆忙的时候，她就得在家做饭，这样大家都开心，日子才能越过越幸福。感受到中国的安居乐业，丈母娘是真心希望女儿在中国幸幸福福，同时也感慨自己也找个中国老头算了，中国的农村生活水平也这么好。她到女婿家半个月就胖了10斤，看着女儿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丈母娘也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照顾，希望早日抱外甥。这次生2胎，小雅提前1个月把妈妈接过来，真是个明智的选择，因为她想念家乡的饭菜了。小雅的公婆都在果树忙活，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。亲家母来了，中国婆婆就能安心的回农村忙活果园了。丈母娘觉得在城里太无聊了，小雅就带着她跟着万里和婆婆一起回农村住几天。丈母娘来是照顾小雅的，万里和婆婆一回到家就去果园忙活了。小雅去睡觉，丈母娘爱干净，闲着没事儿，就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俩人在厨房忙活的时候，丈母娘还叮嘱小雅要勤快点，嫁了个好老公。公婆也是能干，性格又好的，像这种忙的时候，她就得在家把饭做好。婆婆干活回来，看到亲家母和儿媳把饭都做好了，厨房还收拾得这么干净，连连说丈母娘辛苦了。丈母娘也是第一次吃女儿做的中餐，没想到味道还挺好，看来这几年没少下功夫。正是忙的时候，万里和公婆吃完饭就又去干活了。丈母娘在厨房收拾，听说都走了就惊呆了，直呼中国人也太能干了吧，他们那边就不行，都是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才去干活的。果园到了包果子的时候，小雅挺着大肚子也想回去帮忙。丈母娘更是说在乡下的感觉就像回自己家一样舒服，还说小雅到了孕晚期就得适量运动。万里也拗不过，就只能同意了。包果子是比较赶时间的，家里找了10个阿姨帮忙，他们要管饭，买了很多的菜。丈母娘这几天也发现了，中国虽然有些东西贵，但是很多肉和菜还是很便宜的，比老挝的还新鲜还便宜。站在他们家的2楼就能看到远处全是他们家的果园。丈母娘看到刚才还干活的几个姐妹，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，连连赞叹中国人是真能干啊，干活速度真快。
听说他们要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的时候，就觉得好辛苦。但是一听说一天工资300多，换成老币就是100多万的时候，丈母娘又惊呆了。这一天就顶他们半个月的收入啊，她感觉自己也能行。平时自己家吃饭，丈母娘和小雅2个人就能做，但是今天是10多个人，小雅就忙不过来了。婆婆早早就从地里回来做饭，丈母娘就在一旁看着，一直夸亲家母太能干了，做饭也这么利索。看着亲家母一个接一个，一连做了8、9个菜，丈母娘都惊呆了。中国的工作餐也吃这么好吗？他们在老挝吃席都没这么好，这活能干啊，工资高，吃的也好。吃完饭，丈母娘说自己洗碗，让亲家母去休息休息。谁知道婆婆直接就上地里干活去了。丈母娘说自己来中国吃的太好了，半个月都胖了10斤，也到果园里学习学习，帮帮忙。干了一会儿，发现这活也并不轻松啊，这钱还真就该人家挣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。如果你喜欢看更多的中外夫妻婚姻生活，请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